我的妈！今天咱要盘的这部神剧，开场不到1分钟就给我 CPU 干烧了。屏幕上这位大哥名叫王铁牛，正在对他媳妇秀莲进行惨无人道的精神霸凌。他嫌弃秀莲胖，说人家跟个磨盘似的，扣子都快绷不住了。我直接一个好家伙，这是啥子逆天发言？结婚前你说微胖是福，把人骗到手了就嫌人家是磨盘，这不就是典型的得到前叫宝宝，得到后嫌人宝吗？下头男的年度 KPI 开局就给你拉满了。更离谱的还在后头，铁牛哥不仅搞身材羞辱，还当着媳妇的面疯狂拉踩村口的寡妇翠花，夸人家长得漂亮，说话好听，是他心里的白月光。秀莲当场就绷不住了，质问他是不是看上翠花了，还提到了夫妻共同财产，警告他别乱花钱。你猜铁牛哥啷个说？他直接甩出一句老子的钱，老子乐意花，然后一推门潇洒离去，留下秀莲一个人在原地 emo。这一套操作堪称 PUA 界的教科书，强烈建议纳入反面教材101。心碎的秀莲第二天就找到了她的好闺蜜小云诉苦。有一说一，到目前为止，这个小云的表现简直是中国好闺蜜模板。她陪着秀莲一起骂铁牛，说她酒后吐真言，打心底里嫌弃你。接着，她又像个游戏里的辅助，精准的给秀莲上了个 debuff， 说自己前几天看见铁牛帮翠花提鸡蛋，俩人有说有笑的。这还不算完，他又开始疯狂补刀，听说铁牛还把家里的钱拿给寡妇花，直接把秀莲的怒气值瞬间点满。就在秀莲哭诉自己嫁了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时，咱们的好闺蜜小云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关心起了财产问题。她提醒秀莲，男人变心了10头牛都拉不回来，但钱必须留下，千万不能人财两空啊。然后她不经意地提起了秀莲从娘家带来的那一箱贵重嫁妆。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小伙伴们可以把有问题打在弹幕上。小云一边套话一边夸，说那些民国的老物件可是古董，值大钱了，你可得藏好了，千万别让铁牛给霍霍了。你看这节奏带的绝绝子！正当小云快要问出藏匿地点时，终极下头男铁牛哥回来了。他看见老婆不做饭，在跟闺蜜聊天，火气又上来了，俩人三言两语又吵了起来。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铁牛哥竟然一个大嘴巴子扇了过去，我特么也惊呆了，家暴都出来了。然而更骚的操作来了，闺蜜小云一个箭步冲上去，反手就给了铁牛一个更响亮的耳光，大义凛然的替秀莲出头。她真的，我哭死，这演技这反应，不去好莱坞真是屈才了。在小云的持续拱火下，秀莲终于喊出了离婚2个字。你以为这是闺蜜为姐妹两肋插刀的感人故事？那你可就太年轻了。镜头一转，我的妈，这个正义使者小云竟然和铁牛在村口小树林里偷偷接头，原来这俩才是一伙的。他们演这出双簧就是为了骗秀莲离婚，然后卷走她那一箱黄金嫁妆。好家伙，古有赵括纸上谈兵，今有你俩土上谈兵啊，这剧情比 YY 网文还敢写。小云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终极 boss， 铁牛就是个被他当枪使的经验宝宝。他们的计划是让铁牛先回去服软道歉，稳住秀莲，降低他的戒备心，然后他们再找机会偷走藏嫁妆的钥匙。于是铁牛摇身一变成了24孝好老公，又是熬粥又是道歉。小云也跑来劝和，表面上帮着秀莲说话，实际上是帮铁牛打掩护。这俩人一唱一和，堪称身临其境。秀莲这个傻白甜哪里顶得住，很快就原谅了铁牛。但是想偷钥匙哪有那么容易？铁牛尝试了几次，都被警惕性极高的秀莲发现，计划宣告失败。小云一看铁牛这致命空大，急了，直接掏出了 Plan B 安眠药。他让铁牛把药下在酒里，等秀莲睡死过去，还怕啥子？铁牛虽然有点犹豫，但在黄金的诱惑下，还是豁出去了。晚上，小云又来找秀莲喝酒，借着一醉解千愁的名义，成功让秀莲喝下了加料的酒。等秀莲睡得跟死猪一样，铁牛和小云立刻开始行动。可他俩翻箱倒柜，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除了从秀莲身上摸出钥匙，压根就没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樟木箱子。第二天，小云再次启动了她的语言的艺术模式，她假装关心秀莲，然后开始疯狂旁敲侧击。什么我会把钱藏在米缸底下的陶罐里，什么真金不怕火炼，藏柴火堆里也行，什么你院里那棵老槐树都空了，用泥巴封上，谁晓得？我直接笑喷了，姐们你这是在玩我画你猜吗？就差直接把你快告诉我金子在哪刻在脸上了。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终于让单纯的秀莲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那么问题来了，各位看视频的骚棒，你们觉得秀莲姐这能让她拼命的嫁妆究竟藏在了啷个卡卡角角里呢？
欢迎把你的猜测打在弹幕上，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全村最铁的姐妹接下来还会整出啥子骇人的操作。